你好，我是阿力。我们昨天聊到了挖矿的电动汽车啊，很多朋友都发表了自己的独特的见解。那么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学习了很多。那么今天呢，又出来一个新闻啊，说加拿大的一家这个汽车公司啊，计划将于2023年推出首款挖矿的汽车。那么今天视频的第一部分，我们还是来聊一聊挖矿汽车到底是哪家强。那么第二部分我们来说一下华尔街赌局散户大战华尔街的这个股票 AMC 今天大涨了 112%， 对狗狗币的影响到底是如何？那么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来聊一聊数字人民币啊，将基于智能合约这个消息放出来了，是不是对以太坊长期利好？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赚钱和移民，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那么这样下次我更新视频的时候你就不会错过了。我们先来补充一下昨天关于挖矿的这个电动汽车的一些观点。那么这些观点呢，有的是来自于我们的评论区啊。首先呢，非常感谢各位对我视频这个观点进行的补充。那么汽车挖矿目前还是停留在理论阶段啊。那么核心技术啊，大家都知道是在芯片上面。这个芯片的好与坏呢，取决于芯片的厂商。那么我们昨天聊到这个蔚来汽车啊，我后来经过多方查证，那么他们鼓吹的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Orin 芯片呢，并不代表蔚来汽车的技术有多牛逼。那么蔚来汽车能买得到的芯片，同样的道理，其他的厂商呢也是可以买得到的。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电动汽车挖比特币是非常不现实的，因为普通的显卡呢是根本就不能够达到这种算力的要求。那么目前几乎挖比特币都是用专业的矿机。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挖矿呢会产生很大的热能，会对汽车产生潜在的火灾的威胁。那么这些观点呢还是有待进一步的完善。总之呢，这个汽车挖矿呢只能完成一些比如说这个低耗能的以太坊或者其他的这些币种。好，那么我们说完这些，接着来聊今天的这个主角啊。这个加拿大的电动汽车公司叫Daymark， 这个公司说他们即将推出的 Sprinters 电动汽车将能够在停车的时候挖掘加密货币，那么可以兼做比特币和狗狗币的这些加密货币的挖掘的设备啊。那么昨天我们也聊到了这一点了啊。那么正好今天这个新闻非常的应景那么他们接着说是每一辆的这个 Sprinters 车辆呢，都将成为区块链上的一个节点，并将包括 Daymark 他们自己的这些矿池以及钱包在里面啊。那么他们计划将于2023年推出这一款汽车。那么客户呢，现在可以通过常规的法币或者是加密货币支付付款来预定这个汽车。那么从这一些操作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呢是在模仿特斯拉。那么我搜遍了整个网络呢，也看不到他们使用的芯片到底是什么型号，哪个厂商哪个厂家提供的，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个散热的问题啊。总之呢，我对这个新闻的看法呢，就是纯属炒作啊，骗取关注。那么现在来看，还是这个特斯拉比较稳啊。那么技术实现不了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没有发表任何的观点和意见。那么最近总有人说这个马斯克大嘴巴，但是呢，在技术这一块，我还是比较认同马斯克的，我认为他是比较靠谱的。那么就算能够出现可以挖矿的汽车，那么我觉得极有可能最先是特斯拉出来，而不是其他的厂商啊。那么我对于特斯拉还是看好的啊。那么相对于其他的这种什么 PPT 造车呀，什么这个打嘴炮造车啊，我是不看好的。那么因为特斯拉它毕竟呢，它有实战的经验，然后呢，它有这些技术的支持，背后的技术的支持，这是非常难得的。以后呢，保不齐呢还会出现这个挖矿的苹果手机、挖矿的房子、挖矿的冰箱、洗衣机等等等等啊。那么我们将拭目以待。这个未来呢，我觉得正在这个拉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序幕。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今天暴涨的这个 WSB 系列股票 AMC， 这个股票最近几天的涨幅呢是非常的出乎意料啊。如果大家看看之前这个 GameStop 就可以理解了。那么 GameStop AMC 再加上狗狗币呢，这都是这个散户大战华尔街的典型的股票。那么同时我们认为这个狗狗币后市呢还是比较看好的啊。那么狗狗币是他们其中的一员，目前呢狗狗币的走势呢还是比较强劲的。那么我们都知道明天这个狗狗币就要在
Coinbase Pro 正式上线了啊。那么我们昨天也列举了其他币在消息出来之后24小时的走势，几乎呢都是跌的，但是狗狗币今天不一样，狗狗币的表现呢，这个涨幅呢还是非常可观的。所以说啊，这个明天上线之后啊，到底会有怎么一个走势，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历史啊。我觉得这个时刻呢，对于狗狗币的以后的涨势还是比较关键的啊。那么今天的第3个话题啊，那么5月底的时候啊，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在这个国际金融论坛上，他发表了一些有关数字人民币的7点的看法。那么他其中提到了有关这个智能合约，很多朋友不约而同的都想到了以太坊，因为以太坊它就具备这个智能合约的这个功能。那么很多人都想，这会不会对以太坊带来长期的利好呢？那么我们都知道，以太坊跟比特币是不太一样的啊。以太坊呢更像是一个平台，那么大家呢可以基于这个平台去搭建自己的这个加密货币。那么我不知道数字人民币是不是它就直接采用了以太坊的这个技术，在它的基础上，在它这个链上去做出来的。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姚前的这个讲话呢，更像是为以太坊站台。那么他可能借鉴了很多以太坊的技术啊，那么极有可能用了很多的技术，但是我们不知道啊。那么以后以太坊的这个背后站着是谁呢？大家都心里都很清楚了啊。那么我今天自己呢也是非常的手欠，在今天美国西部时间今天早上最高点2790多块的时候，我买了一些这个以太坊，那么我认为会有一个短期超级的行情啊，结果等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啊，可能这个大家看到视频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行情出来，但是我现在也没办法预测。那么现在只能说是从这个技术角度来看，以太坊慢慢的正在走出底部的箱体的震荡的这个形态，那么具体后市将如何呢？还是要等进一步的确认。好，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啊，让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共同进步，一起发财 ，peace。